提起越南，你会想到什么呢？是买老婆还是嘎腰子呀？可见呀，咱们对越南的了解还是比较冷门的，而他们的电影啊更是冷门，冷门到某瓣连个评分都没有。但这部电影绝对可以称得上是中式恐怖的典型代表。影片中运用了纸人、符咒、巫师、疯婆娘，绝对符合亚洲观众的观影口味。它就是夺魂。话不多说，直接上片。年幼的怂妹跟着父母和姐姐来参加一场驱魔庙会，谁知啊，贪玩的怂妹却趁着姐姐不注意，独自跑到偏僻的河边去抓癞蛤蟆。就在这时啊，河中心突然飘来一个诡异的人偶，这立刻吸引了怂妹。她噔噔噔的爬上了一艘破船，想把人偶捞上来。可下一秒，一只鬼手突然一把将怂妹拖进了水里，不管怂妹怎么呼救，都没有人来救她。就这样，怂妹直接沉入了河底。等她的家人赶来时，早就为时已晚了。可诡异的是，搜救人员打捞了河水80遍，搜寻了方圆50里，都始终找不到怂妹的尸体。直到下葬那天，怂妹仍然是活不见人，死不见尸啊！一家人差点追随怂妹而去了。但这时突然来了转机，怂爸一位不太懂驱魔的朋友送给怂爸一盆不会开花的番红花。朋友表示，只要在番红花下放上一枚鸡蛋，那么它就会实现你任何异想天开的愿望。注意啊，这枚鸡蛋必须不能是生的，也不能是熟的，必须是刚孵化还没出壳的蛋。如果不是这种蛋，那放了也是白放。怂爸听后赶紧去鸡窝偷了一个鸡蛋，放到了番红花下。果然呢，第二天怂妹的尸体就出现了。看来这许愿还是灵验的。第一时间收到消息的是怂妹的警察舅舅。然而当怂舅来到医院认领尸体时，本来死去的怂妹竟然活了。只见怂妹脸色白得吓人，不停地从嘴里吐出淤泥。得知怂妹复活，怂舅激动的当场就哭了。怂爸和怂妈更是意料之中的样子。看来怂爸许的愿望就是让怂妹复活呀。只是他们不知道的是，一场危险正在悄然来临。果然呢，复活的怂妹变得行为诡异，甚至不再开口说话了。而怂妹回家的当晚，怂姐就做了一个噩梦，在梦里一直有个诡异的声音在召唤她。可当她顺着声音查看时，竟然看到怂妹惨白的脸突然出现，吓得怂姐瞬间惊醒。更诡异的事情接踵而至。第二天，当怂姐想跟怂妹说心里话时，却发现以往缠着她的怂妹现在却对她不理不睬的，甚至还愤怒地甩开她的手。下一秒，怂妹的手臂突然爆出无数青筋，脖子上还冒起了白烟。紧接着，怂妹脖子上竟然凭空冒出了一个诡异的印记。看来呀，番红花虽然能让怂妹复活，但却把怂妹变成了另外一个人。如果不能及时控制，那怂妹及其一家都要遭受灭顶之灾了。可诡异的事情却越发严重了。到了晚上，怂妹竟然开始浑身抽搐，手臂上还凭空出现了5指抓痕，看起来呀就像是被吊吊控制了。可下一秒，怂妹居然蜷缩在墙角，不停地哼唱着瘆人的歌谣，吓得怂爸怂妈赶紧带她去找隔壁村最厉害的神婆。然而真正恐怖的事情此时才正式开始。你绝对没有见过这种驱魔术。只见神婆取下自己头上的银簪，扎破了他自己的舌尖，接着用舌尖血写下符咒，再用3000度的大火烧掉。符咒烧成符水，强行让中邪的女孩喝下后，女孩体内的调调开始现身了。这时神婆直接一口符水喷在了调调脸上，并恶狠狠地咒骂调调。果然呢，在神婆难听的咒骂下呀，调调终于是尴尬的退下了。怂妹苍白的脸色呢也恢复了正常。然而神婆却一脸遗憾地表示，这次驱魔并没有成功，因为附身在怂妹身上的根本不是调调，而是一个活人的灵魂。现在唯一能救怂妹的方法就是找到那个活人的本体。怂妹全家出动，开始地毯式寻人。怂姐是第一个找到线索的。只见她来到了之前那家停放怂妹尸体的医院，从医生口中得知就在怂妹落水的当天，警方还发现了2具女尸。但诡异的是，2具女尸脖子上都有一个和怂妹脖子上一模一样的印记。更诡异的是，怂妹和这2具女尸当初的出事地点都是在这个叫死亡岛的地方。死亡岛是个不祥的岛，传说那里被死神下了诅咒。但为了查明怂妹当初的死因，怂姐还是不要命的来到了那座死亡岛。在这里，她发现了一个神秘的老屋。就在她刚刚踏进老屋的瞬间，一个诡异的女人突然出现在怂姐身后。诡异女人竟然不停抚摸着怂姐的脸，还将怂姐抱在了怀里。原来女人正是那2具女尸的母亲。女人太久没有见到女儿了，恍惚之中误把怂姐当成了她的女儿。可下一秒，女人竟然像发疯了一样，大声质问怂姐，把她的女儿带去哪里了。怂姐吓得一动也不敢动。还好女人在最后一刻清醒了过来。可当怂姐询问女人她女儿脖子上的印记时，女人却仿佛在故意逃避什么，不再搭理怂姐了。可等到深夜，女人却突然像着了魔了一样，开始大喊大叫。此时的怂姐没有察觉到，就在她的身后，一只调调正缓缓地浮出水面，一步一个水印的来到女人面前。接着调调用食指指着女人，威胁女人老老实实的把真相告知怂姐。难道这调调是特地来帮助怂姐的？
的嘛。殊不知得知真相后的松姐会后悔自己长了耳朵的。人在多绝望下才会选择自杀呢？女人浑身是伤，绝望地站在桥上，随着一滴血泪的涌出，女人纵身一跃，带着对人世间的怨恨，永远葬身在河底了。而女人生前早就已经经历了地狱般的酷刑，她14岁就被卖到了风月场所，后来不幸有了身孕，她拼了半条命才终于逃离了地狱，来到了一个村庄避难。在这里，女人生下了女儿，还结合了一位命运同样悲惨的女孩。自此以后，三人开始相依为命。没想到一个夜晚，几个壮汉突然闯进了这里，在打斗中，女孩不幸被刺身亡。等女孩的母亲回来时，看着死去的女儿，母亲把怒火全都发泄在了女人身上，还大声诅咒女人你这个扫把精，你怎么不去死呢？最后万念俱灰的女人直接溺死在了这滔滔河水之中。然而女人死后怨气太重，竟然化作厉鬼准备复仇。此时得知真相的松姐被感动哭了，她也知道了松妹脖子上突然出现的印记，其实正是那些风月场所的标志。调查完真相的松姐立刻准备返回家中，可她不知道的是，那个调调已经缠上了她。不出意外的话，松姐是要被附身了。果然呢，回到家后的松姐变得神色异常，直接冲进了松爸房间，从保险柜里取出一张尘封已久的光盘。这时松妈闻声赶来了，可却被吓得大声尖叫。原来松姐已经被调调附身了，可恼羞成怒的调调却更加疯狂的攻击松妈，竟然直接附身在了松妈身上。松姐瞬间倒地不醒，千钧一发之际，没想到调调居然现出了真身，还缓缓走到了松爸面前，质问松爸：还记得当年大明湖畔的我吗？你可让老娘好找啊！现在本调调要杀了所有你在乎的人，让你体验一把老娘当年的痛。下一秒，松妈就开始浑身抽搐，直接一个飞流直上3000尺不断吐出污浊的河水。3秒之后，松妈就凉了，仿佛是被淹死的一样。就在这时，调调又附身到了松妹身上，并向松爸挑衅：现在轮到你女儿了。还没等调调发表完感言呢，松爸直接一巴掌拍晕了松妹，赶紧带着松妹找到了神婆。可奇怪的是，松爸竟然把神婆带到了一个风月场所，这里还被绑着一个小女孩。原来这个女孩正是调调的女儿，而当初把调调卖掉的也正是松爸。难怪调调不找别的伤害过他的人报仇呢，就找松爸。看来调调也知道除恶就要先除掉源头。而松爸此时也意识到了，先前附身在松妹身上的灵魂就是调调的女儿的。此时松妹体内附着的是2个灵魂，一个是调调的，一个是调调女儿的。害怕的松爸赶紧请求神婆帮助驱魔。只见神婆先将符咒贴到了松妹脸上，封印了她体内的调调，再手持一根火柴，紧接着一口盐汽水喷到了松妹脸上。随着一场喷火表演，松妹的神色也渐渐恢复了，但却没有醒来的痕迹。但这时一旁守线的服务员竟然不小心拽下了松妹身上的符咒封印，这不完犊子了吗？果然呢，调调直接附身在了服务员身上，吓得松爸赶紧带着2个女孩回到了家中。可松妹此时还是没有醒来。正当松爸着急上火时，在家的松姐却告诉了松爸一个可怕的真相。原来松妹早就死了，就在松妹被调调拖下水的时候就已经死了。后来是调调女儿的灵魂附身在了松妹身上，才让松妹复活。如今神婆已经驱除了附在松妹体内的灵魂，松妹自然就不会再醒过来了。没想到松爸听后竟然丧心病狂，他居然抱起了调调的女儿，哄骗着对方，试图让他的灵魂再次附身到松妹体内。下一秒，松爸双臂用力，竟然打算将女孩活活勒死。松姐见状，赶紧抄起家伙将松爸砸晕了。可松爸此时已经疯了，他翻身死死掐住松姐。关键时刻，松姐摸到一把榔头，直接捅到了松爸的脖子上，他终于凉了，带着余生的罪孽去到了地狱忏悔。电影到此结束。但是调调的复仇始终没有结束，他一定会杀尽所有害过他的人。那张光盘里记录着调调生前被侵犯的影像，而拍摄那张光盘的正是松妈。所以人一定不要有害人之心人怀感恩，所欲皆美；人怀善念，所欲皆暖